得台湾家庭的时间真的很少，很多的家庭父母去忙他们的事情，孩子去忙读书，所以他们其实接触在一起，有一些所谓的消遣娱乐的时间并不多。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危险因子。我有很多病人，很多忧郁症、焦虑症的病人，我只问一句话，他们都愣在那里：你有什么休闲生活？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我只有想过我要把书读好，我要把工作做好，我要赚钱。那这个是我们的文化里面一个目前比较缺失的地方。你能不能体察到自己的心生病了这件事？我们都讲我们要加强很多免疫力嘛，你天气变化的时候加强身体免疫力，避免感冒。那我们的这个情绪的心理上的免疫力在哪里？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面面观》，健康爱台湾，我是主持人黄慧茹。也许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或朋友的小孩正在承受痛苦，工作不顺，低成就感，觉得没有什么未来，但收入不稳，所以他心里有状况的时候无法固定就医，或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状况也不好的三明治世代，他也要和失眠或身心的问题去搏斗，却没有时间精力去就医。全世界都在面临年轻世代的忧郁大流行，台湾要怎么面对？每个受苦的人又该如何走出心灵风暴？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主持人好，陈医师好，大家好。以及精神科医师陈冠宇医师。次长好，主持人好。我们将来共同探讨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议题。好，一开始我们做了街头访问，我们一起看看民众的心声。我觉得是工作压力，最大的压力来源应该是上班很焦虑。工作吧，一定是工作，薪水低吧。我觉得应该还是工作的部分。烦恼的话，应该还是先朋友。可能找朋友，找朋友或是家人，自己的朋友，同侪朋友。我会找我朋友聊聊啊。朋友，我不会找人聊聊，我会去运动。同事，因为他是最能了解我的痛苦的人。是我的话，我会寻求咨商师协助，会想要去找咨商师聊天。我会想要找心理师咨商或者是就诊。心理师咨商有找过，可能会，但是可能会先从咨商开始。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会濒临崩溃的时候，自己走不出来的时候，或是自己感觉到不对的时候，情绪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生活的状态的时候，严重影响到生活或工作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自己好像生病的时候。如果你的心理状态已经影响到你的身体，比如说你不舒服，甚至晚上没有办法睡好，我个人觉得蛮需要的，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去找。心里有不舒服都可以找心理师咨商。我觉得心理咨商是真的很需要。我觉得他们是有一定的专业跟可以帮助需要的人找到解决的方式。正面，它是一个很好的管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管道跟方式，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自己。去找那个地方去讲讲我自己的问题的话，那对我是有帮助的。就像是聊天，然后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建议可以给我这样子。我觉得蛮正面的，应该多提倡这样子。事实上也不是什么你一定是生病才可以去，就是定期的疏解你的压力，这个是蛮重要的。好，除了民众的心声，我们也找到了一些统计的数据跟研究的结果，来看看年轻族群的压力来源以及他们心理健康的现况。第一个，我们如果问他说你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什么，然后他们多数会回答是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而且超过70%。好，如果他心情不好或是很烦恼的时候，他会怎么处理呢？多数的人还是会跟朋友、家人聊，然后跟真正去找专业人士的反而只占了43%左右。台大的王小涵医师跟林口长庚的张家明医师跟几位医师共同做了台湾本土忧郁症治疗趋势的一个研究，他指出台湾社会在许多方面跟西方社会不同，心理咨商并未完全纳入健保，心理咨商并未作为轻度忧郁症的第一线治疗方法，而且在台湾也很少使用心理咨商与药物合并的治疗模式。所以如果你去问年轻人他们为什么不去寻找心理资源，第一大的问题是费用考量，第二个是不知道哪个方式适合我，第三个是担心他人对我有异样的眼光。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青壮世代的相关数据，就是他们的常见的精神疾患的盛行率在各年龄层是最高的，平均每4个人就有1个人。但是好消息是，就医趋势是有增加，看到这个数据是增加的，是对年轻族群而言是一个好消息。好，从一开始问街访的结果，或是这些统计，或者是这些研究，可不可以先请2位做一点简单的回应？我很高兴看到，就是说有蛮多年轻人开始有这个意识。那我在临床上也常常碰到很多年轻人自己主动，甚至包含国中生、高中生自己就带着家长过来。然后反而是带着家长来。对他说他要求看诊因为要家长同意，所以他们就来了。那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差异非常的大，像我这个年纪的欧弟上50、60岁以上的，大概接受度就比较低，但是年轻的世代他们这方面的想法非常的好那有一方面有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的环境里面，台湾呢，我在国外留学，我觉得台湾家庭的时间真的很少，很多的家庭父母去忙他们的事情，孩子去忙读书，所以他们其实接触在一起，有一些所谓的消遣娱乐的时间并不多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危险因子。甚至不只是在大都会，有些地方甚至更糟糕，因为爸爸妈妈甚至离乡背景，跟孩子也不常常在一起，所以这样的一种趋势，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刚刚看到的街访，我是觉得一般人在面对这样的访问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会去发泄的就是当然是实际上工作的压力，这是事实。那我在临床上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因子，就是家庭。我在家里，还有我在生活上，我在下班之后，在下课之后，我去哪里找到一个让我自己轻松的一个管道，放心的、安心的。但是有一些人确实没有，他有的时候是不是习惯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初步的諮商，告诉他、提醒他。我有很多病人，很多忧郁症、焦虑症的病人，我只问一句话，他们都愣在那里。你有什么休闲生活？他就愣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我只有想过我要把书读好，我要把工作做好，我要赚钱。那这个是我们的文化里面一个目前比较缺失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初步的諮商，有人提醒他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好的。那我也很感谢卫福部这2年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计划，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我常常说这叫试吃啦，卫福部帮我们试吃付试吃费，那让一般民众，因为我的临床工作告诉我，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留学，德国有一个科叫行政医学科，那当然因为德国的国情跟我们非常不一样，他们的心理治疗的接受度很高，有很多我们在这边几乎都是在吃药的病人，在德国是可能都只有諮商，他们甚至连药都不吃。或是吃很少那这一点确实是台湾要迎头赶上那当然制度的关系，刚刚提到那个给付的问题其实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很好的给付，全世界最好我自己的感觉大概就德国，那有些国家他们的心理諮商也是要自费的但是因为一般民众知道这是一个投资我们台湾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投资，但是我个人最想强调的就是对心理健康的投资是一个很值得、很划算，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去投资在这件事情上面，让自己的心理健康、心理的韧性增加。我觉得这是一辈子有用的一个投资。这是我在这边一直想要提倡。对，陈医师他讲说，在街访的时候会看到年轻人讲工作压力、精神压力。他如果家庭有状况、婚姻有状况，他事实上也不会在街访讲出来。但是他自己有没有照顾自己的一些习惯，或是自己的方法，所以才会让他的心理的问题形成，让他自己造成问题嘛？那次长呢，对于刚刚街访的结果跟相关的研究有没有什么的回应？其实我看到街访，我倒蛮高兴，就是说街访里面不论是男性或女性，大概都可以第一，他可以体会到自己的压力来源是什么，明确的可以知道。第二个事情是，几乎他们都会知道说，其实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就是心理咨商的协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至少在以前我们在医院工作的那个年代，很多人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是忌讳就医的。对，所以我也很高兴跟陈医师一样，看到说，年轻世代对于有这样子的心理咨商的需求的时候，他们是
很直接肯定说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也知道可以寻求这样的协助。那当然卫福部这一次从去年开始我们推动的就是年轻的心理咨商的这个免费的专案，主要也是希望能够造成一个可进性，就是说当然后来我们发现案子一开就秒杀，对，真是辛苦了我们第一线的这个提供咨商的心理师们，但是这是好事，就是我们希望让它的可进性能够更呈现。那可进性呈现之后，我想第一个过程事实上是希望大家，我刚刚在讲，我觉得有一个状况是你能不能体察到自己的心生病了这件事。好，我们都讲我们要加强很多免疫力嘛，你天气变化的时候加强身体免疫力，避免感冒。那我们的这个情绪的心理上的免疫力在哪里？所以刚刚其实陈医师讲到家人的支持，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休闲，这是一个自我照顾，对自我照顾尤其是在情绪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至少要能够体认或察觉到，我不太对劲。好，那至少在我们这次所提供的让大家可以先寻求一个免费的心理咨商这个过程，就是你觉得自己可能不太对劲，寻求了专业的协助之后，发现去跟自己的感受去做一个比对，所以我们也发现有一部分这样子接受完咨询的咨商的这些年轻朋友，他可能就他还是可以回到正常生活，然后觉得好，我知道我下次有这个问题我要怎么找谁。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他的状况可能真的后续需要专业的精神科医师再给予后续的协助，对，持续就医。所以我自己也很高兴，就是说这个案子能够得到这个支持。其实回过头来应该是说谢谢在第一线临床的朋友，让我们发现可能真的有这个需求，那这个案子一开，这个需求有被满足到。好，那当然除了这样的行为，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之外，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体认这件事情，就是如何能够养成或者是学会，第一个体会了解自己的身心状况，第二个就是当了解自己身心状况有点问题的时候，自己跟家人或自己跟自己的生活相处之间如何可以适应，以及专业人士会怎么帮忙。所以想请教陈医师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街访或是统计结果都会看到说是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可是你也看到说他们有一个自我照顾的习惯，或是他的背后的支持系统可能不太足够，所以这就是他们年轻族群在各个年龄层精神疾患比较高的原因吗？那我们的精神的治疗或是心理咨商可以怎么去帮助他们？好，其实一个有症状的病患来到我面前，我们大概都会做一个完整的评估，包含家庭的状况包含他的生活，还有他的生活习惯。其实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很值得注意啦。我们的大学生大概是我见过那个睡眠卫生最糟的一群人。他们可以24小时不睡，然后再睡24小时。那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年龄层他们身体很好，他们可以随时想睡就睡，想不睡就不睡。可是这个习惯一旦没有建立，所谓的生物时钟的这些东西没有建立，再过几年他们就要付出代价。所以我觉得諮商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步就像刚刚次长提到的第一步让一个专业人员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给他们一个建议。那现在年轻人很有趣，如果家长告诉他说你要早点睡，你要怎么样，他们是不会听的。但是有一个专业人员告诉他，他可能会开始思考。好像连专业人员都这么说，也许我爸爸妈妈说的也没错。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这第一步叫做卫教。那大部分的卫教成功，听得进去，然后生活有改变，有些人状况就会改善，这是第一步。但事实上还有第二步，有一些人说这些我都知道知道有没有做到？做不到。知道做不到，我说这些人就要治疗。心理治疗、心理諮商的功能。常常不只是让你知道一些知识，而是有些知识你知道，你就是做不到。我知道这不用那么难过可是我就是很难过很难过到甚至要伤害自己，或是要去做一些很激烈的事情那怎么办？这种就是要治疗因为这有一些地方已经超过自己用自己的意识或自己的知识可以控制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心理諮商跟心理治疗的价值所以刚刚讲的3次只是一个入门，只是一个做初步的，我们叫 orientation，大概知道你自己的困难是出在哪里，那你的困难是能立即解决的很快，还是你根本就有困难，需要更深入去了解你的人生的发展，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一步类似这样的一个。那过去也许有一些其他的管道，但是现在
我觉得我们有专业的这方面的帮助，这个是很好的。台湾在这方面这几年进步非常多，包含越来越多的心理师，以及越来越多的精神科、心身科的诊所、新生医学科的诊所。因为诊所毕竟可进性比医院高一点，一般民众随时都可以进来，人也没有那么多，也不用等很久，也不用有很多感染的问题，因为这是不同的科，来到精神科、心身科的诊所，大概没有太多传染病的病人，主要都是精神方面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是相当好。我现在非常非常高兴看到很多年轻的工程师啊，从业人员，他们白天很辛苦的工作，晚上回来看诊，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想请问医师这年轻族群对于这个污名化，像我这个年代，可能真的会怕公司知道，是怕主管知道，就是他这个转变的因素是什么？我觉得有好几个因素啦，有一部分是因为在20-30年前，我们台湾的心理工作的那种人员比较少，那的确我们的治疗也是以药物治疗，甚至有的时候太严重就让他住院，那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去看精神科就是很严重啊，那甚至已经发疯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那一群人，所以大家的印象就是一听到精神科就觉得很恐怖。但是现在的精神科跟古代差很远，这种病人还是存在，只是他只是占我们精神科的所谓的我们的客户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一些轻症，我们过去叫轻症，其实轻症不一定轻啦，他们背后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还是要去处理，那这方面一方面我们整个国家进步，然后有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从业人员可以提供这种服务，所以我们的服务就会越来越触及到比较轻的病人。事实上我常常觉得大部分这些所谓的轻症病人才是真正我们要努力，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工作能力是有的，他们如果情绪精神的困扰得到了解决，他们就会回去做一个正常有能力的。那过去甚至那些需要住院的比较慢性化比较严重的病人，他们可能是需要长期被照顾，那是属于另外一群族群，那一群人我们也要好好去帮助他们，可是他们也许有些人是需要经过很长的复健，那就是跟我们这些所谓的轻症在诊所看到的比较轻的病人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觉得台湾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其实卫福部把这个事情做好，甚至我觉得教育部也把它做好，让我们的学生不会有太多这方面的困难，那他们就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在社会上去冲。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强大，但是对于这种软性的软体的心灵的然后如何做我们叫人文的这个部分还需要很多的关怀，这当然还是很重要。我觉得心理咨商心理治疗就是医学里面最接近人文的那一块，我觉得这很重要。刚刚陈医师讲到轻症才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目标，所以接下来要请问次长去年推出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秒杀，接下来扩及青壮年秒杀，背后的起心动念是不是就是跟医师讲的，然后部里期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想其实全球尤其是比较先进国家对于就是民众的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是非常关注。好，当然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自我伤害也一直是死亡率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尤其我们也观察到这几年年轻人跟青壮世代就是因为心理疾病困扰的现象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支持跟协助。那之前做15到30岁这个族群的支持方案秒杀，而且满意度90%以上。哇，老实说，政府要做一个事情满意度90%以上很难。但是为什么它很重要？因为在15到30岁这一群，第一，他很多都还是在人生刚刚开始在探索跟进入社会的阶段，他本来就会遇到非常多过去可能在学校的时候还没有想象到的一些冲击跟矛盾。那所以说，协助这样子的一群年轻族群，不只是对他自己。当然可能对他的家庭，尤其是家长或者是周边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常说让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事实上是让他的家庭都可以也少掉很多的压力，甚至刚刚提到说，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会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倾诉。对，可是我们也遇到很多家人朋友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劝他，我知道他状况不对，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所以假设我们能够来协助这一群人，当然更好。那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方案下来之后，对于年轻世代这一边的一些身心状况或者是自我伤害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30到45岁这一群，他的问题又不太一样了。他通常都是有孩子了，然后上有老下有小了，或者是他在工作上面已经逐渐要更上到另外一个身份跟责任压力了。所以这一群不能被忽略。所以我们在卫福部也很谢谢行政院支持我们能够再把这个心理健康支持的方案从15岁到30岁，现在延伸到45岁。对啊，太棒了。接下来继续请教次长就是我们卫福部的资料显示说，青壮年的就医趋势成长，但是男性的就医比例却是往下的，所以卫福部这边有没有任何计划去鼓励男性积极就医？我们其实从大概10多年前，我们大概就一直有这一类的男性心理健康，特别去提醒大家会有一些支持方案。那我们在卫福部这边对于自我伤害啊等等，也会有所谓的性别统计跟分析，你会去了解男性跟女性分别，他如果真的会到自我伤害的时候，压力源或者是采取的方法是什么，来做一些不同的避免。那不过在数字上面看到男性比例下降，我比较倾向认为应该是我们更积极鼓励了之后，那因为过去在社会文化里面，女性寻求医疗这一边的这个习惯是被肯定跟支持的，我们整个社会文化是比较倾向这样子，所以比较有可能是当这个族群整个来寻求协助的状况变多的时候，男性这边的文化还没改，所以它比例上相对是比较低。那但是我们也非常希望就是说男性不要忌讳这件事情。我们因为以前传统上有什么男人有泪不轻弹啊，然后希望男性要当一个坚强的人啊。事实上，现在在男女平等的社会里面，我相信我们都更能够接受说，男性跟女性都会面临自己的压力，也会面临自己的困境。那男性这一边，我们还是希望是说，当你体认到自己状况不太对，甚至也不是说你会很。因为大家都会习惯把这个我们讲的忧郁、焦虑，把它倾向为很特定的一些表现哭啊，睡眠不好啊。可是其实我了解，很多男性他的情绪上面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寻求的是不健康行为。对不对？比方抽烟，比方酗酒，那所以像这一块，我们也希望男性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体认到，当你开始有一些行为是对于自我的伤害或不健康行为的时候，可能其实你可以寻求的就是心理咨商的部分。虽然社会已经渐渐的进步但是要鼓励就医背后可能还是要面对说异样眼光，所谓的污名化 stigma。那政策上有没有什么方式想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次的健康支持方案里面，我们是广泛的宣导，广泛的宣传，就是告诉大家说，寻求这样子的支持跟协助是非常合理的、非常正常，而且国家支持的。那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你感冒发烧你会就医，心也是会生病的。对，那心生病的时候，你还是要寻求帮忙。它不见得是什么自己躲在洞穴自己会好这种事情，所以寻求专业的协助，能够让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我很同意陈医师讲的，很多他可能在状况里面还是很轻微，他只是需要自己能够回来在专业的协助之下了解自己跟做调试，知道说我其实把我的睡眠做好，把我的运动或其他支持的习惯做好，甚至他学会我如何寻求协助。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那我们也很谢谢在这一次的方案里面有非常多的专业人士，甚至还有一些比方说是 podcast 或者是网红，这是对于年轻世代另外一个蛮有说服力的族群。就像刚刚陈医师讲的，医师啊政府官员啊爸爸妈妈讲的话不见得想要听，可是他很喜欢的那个公众人物告诉他说这个方案不错，我们大家可以来寻求这个支持。我现在发现年轻世代的接受度蛮高的。对啊，他们是我们另外一个沟通来源嘛。除了鼓励就医之外，对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政策上还没有其他的措施？我想我们接下来还有蛮多的方案啦。一个事情就是说除了就医之外，我们也不断的在宣导像刚刚陈医师提到的一些健康行为。健康行为的促进还是有助于自己身心灵的调适。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在行政院也非常关切这个案子，所以也正在希望能够在校园建立更好的一些相关的方案。那当然校园这边在孩子成长或学生成长过程中，如何学习自我调适、学习社会相处，这是一个我想在成长跟教育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了解，其实也在持续跟教育部在协助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
分当然就是我们会在积极的让学校这边的专业咨商跟辅导人力能够跟我们在临床这边能够有好的衔接。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些服务跟支持方案之外，毕竟我还是得承认说，我们在前几年发现年轻族群的自我伤害有一部分是跟他的就是说他的思考会造成某些当他情绪真的很不好的时候，如果你旁边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是危险的。所以我们目前也正在跟我们的包含就是自杀防治的专家们正在讨论如何再建立更多安全的环境，也就是所谓安全环境是真的硬体的环境让我们的年轻的学生他在可能他的情绪一时过不去，或者是他情绪非常激昂的状况之下，至少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寻求专业上的协助拦住他之前，不要让他有不安全的环境造成后续没有办法弥补的伤害。是指校园吗？对。好，除了我们谈了医疗、谈的政策之外，我们也会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些个人去对于心理健康的一些策略。所以一开始可不可以先比较大范围的来谈说，如果我们要请年轻族群去建立他的心理韧性的话，您觉得您想到的会是什么？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有老师特别提醒我们说，你以后要当医生。势必一定要建立很好的抗压性，然后他们的建议是这样：年轻的时候要养成至少1个到2个，甚至更多的有兴趣的事情。那甚至有一些是兴趣到你觉得你一投进去，你会非常花时间，甚至把你的热情放进去的事情。我觉得这很重要。现在很多人的那种兴趣就常常就点一下，也就是那个深度不够。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就是生活习惯，特别是睡眠跟饮食。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中医有古老的对那个时辰啊，我们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其实对那个还需要越来越多的证据的。但是现在西方医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告诉我们，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很好的生理时钟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会觉得在这方面，台湾特别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强壮了，他有能力可以睡可以不睡，我会觉得这一点需要做一点调整。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有建立好很好的动静双方面都可以用的那种好习惯、好的休闲，然后有好的朋友，然后有好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都是心理韧性的来源。我觉得这叫保护因子。我们越提高保护因子，那其他的危险、其他的压力来源，那甚至有一些病人，有些人啊，也不能叫他病人，他没有症状的时候，他也可以去做一些咨商。咨商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说我有什么症状，而是说我面对未来。我有很多个案来找我的时候，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很 confused， 他们对未来非常困惑。下一步该怎么办？心里面有一些困惑，那这个时候有人可以谈一谈是蛮好的。那家人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之间的那种纠葛的问题。那如果一个客观的一个局外人完全不认识你的学校的辅导老师也好，或是外面的咨商师也好，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提供一个咨询的管道。那陈医师，你的兴趣是什么？我喜欢旅行。目前开始迷上重训。我喜欢骑脚踏车。我只要下班时间，天气还可以，我就会骑脚踏车回家，骑 U-Bike。台北市 U-Bike 实在太方便。那这个也是一个德政啦，因为我每次骑车下班之后，特别是晚上很凉快的时候，就觉得好舒适。那当然我也喜欢听音乐。那当年为了研究古典音乐，还去买总谱就是那个交响乐。我那个十几行的那个，从第一小提琴从那最高音到最低音的所有的乐器，我在那边一边听一边翻，觉得蛮有意思的。当然那个时候比较有空了。但请问次长呢，就是讲心理韧性的话，您会一开始会想到什么样的建议？其实第一个我要先提醒，就是说现在社群媒体几乎占了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24小时了吧？对。可是大家要体认到，你在社群媒体上看到的，其实很多不见得是别人真实的人生。所以而且社群媒体上会倾向比较多的夸大，不论是对于幸福的夸大，
这个所谓金钱享受的夸大，或者是痛苦的夸大，我相信这些都存在。所以也要请大家就是在使用社群媒体上面要稍微有一点点的自我的一个察觉，就是说不要被社群媒体影响到自己生活太多尤其是你所看到的不见得是事实。回归还是要到刚刚我很相信很认同刚刚陈医师讲的那个人际之间的相处，跟真实的人真实的环境去做相处，这件事情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我认为大家要有一个状况是要学习成长过程中要学习自信的部分因为我想蛮多的状况，事实上台湾尤其是传统的华人文化里面，年轻世代事实上他会接受到非常多的指导。我现在正在指导，叫很多的指导，对，所以你会想要不要让父母失望，不要让老师失望，不要让朋友失望，或者是满足父母的期待等等。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相信也造成了很多年轻世代很大的压力。所以说，在成长过程中要学习培养自己的自信。那个自信是你清楚的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相信自己。不论是自己经过充分评估之后，自己心里面的声音，你想要对自己的人生做什么样的决定，这个自信我认为非常重要，它能够降低很多自己跟外在之间，因为我刚刚说要跟人多相处，可是很多人的相处过程中，因为这些不同的期待跟差距，很多人会受到很大的挫折。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个不爽，或是不一样，或是挫折。对，或是挫折，就是我不能满足别人期待的这个挫折。这件事情，我认为在华人社会非常的明显。尤其我以前是妇产科，我的女病人真的好多的这个状况，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建立出自己的这个自信心，跟别人之间保持的那种亲密跟距离，这件事情要能够去做处理。那第三个事情，我倒是要建议大家是说，尤其是年轻世代，不要害怕挑战，跟不要害怕拒绝，不要害怕被拒绝。这是尤其是台湾的男性在过去长期长大过程中，他们会觉得尤其在这个关系建立的过程中被拒绝，会让他觉得他非常损失他的尊严。这没有拒绝别人跟被拒绝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要担忧，就是提出你真正的想法跟需求。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人之间真正的互动，它事实上这个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强的心理韧性。当然我也绝对赞成陈医师刚刚说的，我们自己在以前我妇产科，我给我的病人最多的建议就是睡饱一点，睡饱一点真的，不论是在情绪稳定跟协助判断上面，我相信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确，很多事情睡饱一点就可以解决了。刚刚次长也把我下一个问题也引出来就是我们现在可能面临的是 TikTok 时代。所以社群媒体常常是人际关系的主战场。那部长有提出了他的建议，那陈医师呢？我完全同意，就是说，我们这几年都在提倡我们叫媒体识读，我们叫年轻人自己在看新闻的时候注意一下，有些新闻可能是被操作的内容。那事实上媒体也是。那个刚刚次长已经讲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不要看表面，然后就不往内部去深究。就好像我们做心理工作者，常常第一句话、第一个讲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有的时候要往下稍微多讨论一点。所以我工作压力就不在我。对。那另外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建议啦，就是睡觉以前不要用这些东西。现在好像我会建议，如果能养成一个习惯，睡觉前就看印刷的东西，那个就是被动光源，主动光源，任何的手机啊、平板啊、电视、电脑，通通都是主动光源。那这个其实做过研究，那甚至在法国，前一阵子公共电视有一个节目，他在介绍。一切为了睡眠，那个题目就叫一切为睡眠，其实很有趣。法国的小学生就已经开始在教这件事，然后我们也知道法国他们通过一个法律，小学生一进学校，所有的手机都要缴出去。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现象。因为手机是一个太新的东西，我们对于如何应付它，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认识啦。那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可能，特别是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不要拿手机当奶嘴一样用孩子吵就给他看一下，那看一下就糟糕了。他养成好习惯，对眼睛也不好。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提醒啦。这是习惯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天天习惯睡前看一本书啊，看一些杂志啊，其实是蛮好的。如果有心理困扰，两位觉得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次长先讲好了。心理困扰，对，就医吗？或是？其实我想第一件事情是先了解自己现在这个困扰的来源是什么。这个来源是来自于你已经知道无法解决，或者是你不敢去解决的一些现象。那这个部分其实先了解问题在哪里。如果发现是不明原因的困扰，或者是一个你真的无法承受、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件事情，当然寻求专业的协助。像刚刚其实陈医师讲的，这个专业协助的过程常常是陪伴着你一步一步再把自己的问题的核心给找出来。那有的时候可以知道自己怎么面对这个压力跟怎么解决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这个压力跟困扰已经大到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个方式来做解决的时候，当然专业的协助就会在这个时候支撑你一把。陈医师呢？我提醒人生有2种模式哈，这个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一个叫 being， 就是存在模式，就是我们用感官，然后我们停在那个地方，给自己一点时间，在一个地方好好思考问题，好好想一想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意思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可能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如果现在有一些情绪的冲击，如果走得开，你先离开那个现场，然后出去外面深呼吸，想一下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那每天的生活，或是最近我在德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他们10月份就在10月份、11月份年底的时候，那么电视上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播出现在是反省的季节。我想说这个真是会反省的民族。现在也是反省的季节。每年的年底的时候就来反省一下。其实不是年底才要反省，每天都可以反省。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稍微停一下。我们的社会是鼓励大家去做事情，去做一些。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稍微停一下，想一想，那这个时候你的策略就会出来。也许要找谁谈一下，或是真的想到最后觉得自己做不到，或者你连这样的闲情逸致都没有，就一直想要去找个人谈，我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才自己能够安心，你就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赶快去就医了。这是我的建议。回到存在模式。好，最后请问2位有没有一句话提醒我们观众朋友的？我想其实在台湾你不会孤单那不论是周边的朋友、家人，甚至国家以及很多专业人士都愿意来成为你心灵上支撑的人。所以了解自己，接受自己，那在需要觉得自己现在站不住的时候，有很多人可以支撑着你。包括政府。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了我们的精神健康做一些投资，是一辈子最值得的事情。好，今天非常谢谢次长跟陈医师来跟我们上我们的节目。面对史上最无法预测的时代，勇于就医，锻炼心灵韧性，学习在变动跟挫折中打造复原力，是你我必学的功课。感谢大家收看《生活命运观》，健康爱台湾，和我们一起推动健康台湾。